3个月前，燃烧的小行星划破天际，海啸卷着巨浪吞噬了沿海城市，火山烟尘遮蔽了整片天空，世界彻底坠入极端气候的炼狱。白日里烈日炙烤，柏油路被晒得融化流淌，皮肤裸露片刻便会起满水泡。夜幕降临后又寒风刺骨，呼气成霜。黑暗中无数被辐射变异的怪兽游荡嘶吼，每一声都藏着致命的屠杀。末世爆发1个月后，我带着5岁的女儿念念和顾明轩、林婉躲在城郊一处潮湿的地窖里。昏暗的烛光摇曳不定，映着念念潮红的小脸，40度的高烧像烈火般灼烧着她小小的身体，体温计上的刻度红得刺眼，像一根烧红的针，一下下扎在我心口最软的地方。我蓬头垢面，膝盖跪在冰冷的石板地上，早已麻木，目光死死锁在顾明轩手中那支抗生素上，那是念念唯一的救命稻草，是我此刻所有的希望。我额头抵着冰冷的地面，一遍遍地磕头哀求，额角撞得生疼，浓重的血腥味在狭小的地窖里弥漫开来。尊严算什么？只要能救念念，让我做什么都愿意，哪怕舍弃一切，我也要换我的女儿活下去。顾明轩漫不经心地把玩着药瓶，指尖转动间满是冷漠，仿佛那不是救命药，只是一件无关紧要的玩具。身旁的林婉忽然娇滴滴地咳了一声，依偎在顾明轩怀里，语气软糯却字字诛心。明轩，我最近有点感冒，也想用这个药水。林婉，我曾掏心掏肺对待的闺蜜，此刻竟当着我的面觊觎我女儿的生机，而我的丈夫就那样纵容地看着她。一股寒意从心底蔓延开来，比地窖的冰冷更甚。毫无预兆的，顾明轩一脚踹在我胸口，巨大的力道让我重重撞在身后的石壁上，胸腔里翻江倒海，疼得我喘不过气。他随手将药递给林婉，语气冷得像寒冬的冰，一个赔钱货丫头，死了正好省粮食。婉婉身子弱，受不得寒。赔钱货，那是她的亲生女儿啊！绝望瞬间淹没了我，我甚至已经能预见念念离开我的模样。就在这时，地窖门被猛地撞开，风雪裹挟着熟悉的身影冲了进来，是爷爷。他裹着厚重的棉袄，背上的物资包鼓鼓囊囊，冻得发紫的脸上满是焦急。吱吱，念念，爷爷来救你们了。爷爷身后跟着家里的忠犬阿黄，毛发上结满了冰霜，却依旧警惕地竖着耳朵，眼神紧紧盯着四周，护在爷爷身侧。他从乡下一路奔波而来，不仅带了粮食和药品，还偷偷挖了些院子里长的奇异草药，那是太奶奶留下的老品种，末世前毫不起眼，如今叶片上却透着淡淡的微光，像是藏着生机。可顾明轩却率先冲了上去，一把夺过爷爷的物资包，林婉也跟着起哄，伸手就去抢爷爷口袋里的药品。混乱中，爷爷被顾明轩推倒在地，额头狠狠磕在石板上，鲜血瞬间涌了出来，染红了花白的头发。阿黄见状立刻扑上去，死死护在爷爷身前，对着顾明轩龇牙低吼，却被顾明轩一脚狠狠踹开，摔在墙角发出呜咽声。远处传来变异怪兽的嘶吼声，越来越近，地面甚至开始微微震颤，是4只体型庞大的裂地兽。顾明轩脸色一变，拉着林婉就冲向逃生通道，毫不犹豫地扔下了我们祖孙3人，还有受伤的阿黄。他们终究是这样，永远只想着自己，亲情、友情，在他们眼里一文不值。黑暗中，阿黄猛地爬起来，朝着最先冲进来的裂地兽扑了过去，用小小的身躯阻挡着怪兽的脚步，却被兽爪狠狠拍飞，浑身是血的倒在地上，气息微弱。爷爷拼尽最后一丝力气，将我和念念推向地窖侧门，自己则转身挡在洞口，用年迈的身躯筑起一道屏障。我清晰地听到身后传来爷爷的惨叫和怪兽的嘶吼，那声音像一把刀，将我的心割得粉碎。我抱着昏迷的念念，拖着受伤的阿黄，在刺骨的风雪中跌跌撞撞地逃向地面，每一步都沉重无比。身后的惨叫渐渐远去，却永远刻在了我的心底。暴雪寒风疯狂地抽打着地窖外的废墟，像无数冤魂在哀嚎。极寒气温里，念念的身体渐渐变得冰冷。他最后看我的眼神里满是不舍，那软糯的妈妈再也不会从他嘴里喊出来了。我抱着他冰冷的尸体，心如刀绞，泪水落在雪地里，瞬间凝结成冰。阿黄趴在我脚边，用带伤的脑袋轻轻舔着我的手背，低声呜咽。他的后腿被裂地兽抓伤，鲜血染红了身下的白雪，却还在努力安抚着我。晦气！顾明轩的声音突然打破死寂，他嫌恶地瞥了一眼念念的尸体，语气里没有丝毫怜悯，只有不耐烦。反正都是肉，不如扔出去喂怪兽，还能引开他们，让我们转移。我猛地抬头看向他，眼神里燃着滔天恨意，声音嘶哑却带着刺骨的冰冷。那是你的女儿，她怎么能这么冷血？那是我10月怀胎生下的孩子，是曾经被他捧在手心的小家伙，如今却成了他眼中用来引开怪兽的诱饵。顾明轩嗤笑一声，语气轻蔑，赔钱货死了有什么可惜的？说着，他就伸手来夺我怀里的念念，动作粗暴。就在这时，阿黄突然猛地冲了上来，死死咬住顾明轩的胳膊，即便身受重伤，眼神依旧凶狠，拼尽全力守护着我和念念。顾明轩吃痛大叫，反手拔出腰间的短刀，对着阿黄乱砍起来。不要！我撕心裂肺的大喊，想要冲过去阻止，却被林婉死死拉住。他的力气大得惊人，我根本挣脱不开。我只能眼睁睁看着阿黄倒在血泊中，他最后看我的眼神里满是忠诚与不舍，缓缓闭上眼睛，小小的身躯彻底失去了动静。顾明轩擦着刀上的血迹，转头对林婉露出一抹残忍的笑，今晚有狗肉火锅吃了。林婉娇笑着点头，眼神里满是贪婪，没有丝毫愧疚。女儿没了，爷爷没了，连阿黄也没了，我生命中最重要的牵挂全被这对狗男女害死。一股极致的疯狂席卷了我的理智，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，猛地挣脱林婉的束缚，扑上去狠狠咬住顾明轩的肩膀，用尽全身力气撕扯，嘴里满是血腥味，那是愤怒与绝望的味道。疯女人！
顾明轩疼得大叫，林婉见状，立刻捡起地上冻硬的木棍，狠狠砸在我的后脑勺上。剧痛瞬间袭来，眼前一黑，我彻底失去了意识，陷入无边的黑暗中。我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：若有机会，我定要这两人血债血偿。再次醒来时，我被牢牢绑在院子里的木桩上，寒风像刀子一样刮过脸颊，疼得刺骨。眼前架着一口煮沸的铁锅，里面飘着阿黄的肉香，那味道令人作呕，每一次呼吸都像是在凌迟我的心。远处，黑压压的怪兽群正朝着这边涌来，嘶吼声震得地面微微颤抖，其中不乏体型巨大的铁甲兽，外壳坚硬如钢，透着冰冷的杀意。顾明轩和林婉站在不远处，冷漠地看着我，眼神里的算计显而易见，他们是要把我当成诱饵，引开怪兽，好让自己趁机逃命。无边的恨意与绝望将我彻底淹没，我死死盯着他们离去的背影，指甲深深嵌进掌心，心中只剩滔天恨意。顾明轩、林婉，我若不死，定要你们万劫不复！兽潮的嘶吼声越来越近，大地随着他们的脚步剧烈震颤，仿佛要被撕裂一般。我被绑在木桩上，动弹不得，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些面目狰狞的怪兽步步逼近。铁甲兽的外壳在昏暗的光线下反射着冷光，利爪兽的尖爪闪烁着寒芒，还有会喷射毒液的毒刺兽，嘴里流着粘稠的咸水，眼神里满是嗜血的渴望，每一只都能轻易取走我的性命。顾明轩拉着林婉，语气急切地催促：“快走！再不走来不及了。”林婉回头瞥了我一眼，眼底没有丝毫留恋，只有恶毒的笑意。她轻声问：“他怎么办？让他挡着？”顾明轩毫不犹豫地解开我身上的绳子，猛地将我推向兽群。巨大的推力让我踉跄着扑进怪兽堆里，一只利爪兽立刻反应过来，附上前运锋利的爪子，划破了我的手臂，剧痛瞬间席卷全身，鲜血顺着伤口流淌下来，染红了衣衫。我艰难地抬起头，看着顾明轩和林婉相互依偎着远去的背影，他们没有回头看一眼，仿佛我只是路边的垃圾。胸口的祖传古玉被鲜血浸透，忽然传来一丝微弱的温热，驱散了些许寒意。我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嘶吼，声音嘶哑却带着刻骨的恨意：“顾明轩，林婉，若有来生，我要生啖耳肉，让你们万劫不复！”就在这时，一只铁甲兽朝着我狠狠撞来，巨大的阴影笼罩了我，死亡近在咫尺。千钧一发之际，胸口的古玉突然爆发出耀眼的光芒，将我整个人包裹其中。光芒里，我仿佛看到了爷爷院子里那些奇异草药的影子，它们与古玉的力量交织在一起，温暖而有力量。眼前的画面开始破碎旋转，怪兽的嘶吼声、寒风的呼啸声渐渐远去，最终彻底陷入无边的黑暗。妈妈，你做噩梦了吗？微热的小手轻轻摸上我的额头，软糯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带着浓浓的担忧。我猛地睁开眼睛，刺眼的阳光让我下意识地眯起了眼，耳边蝉鸣阵阵，窗外是熟悉的梧桐树，枝叶繁茂，透着勃勃生机。念念睁着圆溜溜的大眼睛看着我，小脸上满是关切，眼神清澈而灵动。我一把将他紧紧抱在怀里，感受着他温热的小身体和有力的心跳，积压已久的情绪瞬间爆发，眼泪决堤而出。念念，我的念念，你还在？太好了！脚下传来熟悉的蹭动，我低头一看，阿黄正摇着尾巴，用脑袋轻轻蹭我的手心，活泼健康，没有一丝伤痕，眼神里满是亲昵。我转头看向墙上的日历，心脏猛地一跳，距离小行星撞击还有整整1个月，我真的重生了，回到了末世爆发前的1个月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我紧紧抱着念念，指尖摩挲着阿黄柔软的毛发，前世那些痛苦的记忆如同潮水般翻涌而来，怪兽的嘶吼，亲人的离世，顾明轩和林婉的背叛，每一幕都清晰如昨，像是刻在骨子里的烙印。但身边真切的温热提醒着我，这不是梦，我真的回来了，一切都还能重新改写。胸口的古玉突然变得滚烫，一股暖流顺着胸口蔓延至全身，驱散了因回忆带来的寒意。紧接着，一道冰冷的机械音在我脑海中响起，检测到宿主强烈的求生欲和复仇意志，神级庭院系统正式绑定。我紧紧抱着念念，指尖摩挲着阿黄柔软的毛发，前世那些痛苦的记忆如同潮水般翻涌而来，怪兽的嘶吼，亲人的离世，顾明轩和林婉的背叛，每一幕都清晰如昨，像是刻在骨子里的烙印。但身边真切的温热提醒着我，这不是梦，我真的回来了，一切都还能重新改写。胸口的古玉突然变得滚烫，一股暖流顺着胸口蔓延至全身，驱散了因回忆带来的寒意。紧接着，一道冰冷的机械音在我脑海中响起，检测到宿主强烈的求生欲和复仇意志，神级庭院系统正式绑定。新手礼包已发放，初级绝对防御罩，可抵挡1级变异怪兽，豌豆射手种子 X5，强化型狗尾草种子 X1，上面清晰地标注着种子的注解，强化型狗尾草，成熟后可采摘叶片喂食兽类，提升其战力与防御，对忠诚伙伴效果翻倍。我心中一喜，立刻看向身边的阿黄，他仿佛感受到了什么，对着我兴奋地摇着尾巴，蹭得更欢了。阿黄，这一世我绝不会再让你受伤害，我要让你变得强大，我们一起守护这个家。手机铃声突然响起，尖锐的声音打破了此刻的温馨，屏幕上跳动着顾明轩3个字，刺眼而厌恶。我眼神一冷，深吸一口气，接通了电话，压下心底的恨意，装作平静的样子。电话那头立刻传来顾明轩不耐烦的声音：“江之，赶紧把老房子卖了，给我妈还赌债，晚了小心我收拾你。”前世我就是被他这番话蒙骗，卖掉了爷爷留下的老房子，拿出所有积蓄给他妈还赌债，最终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场。我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笑意，语气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绝：“卖，当然要卖。”顾明轩愣了一下，似乎没料到我这么痛快，连忙催促道：“算你识相，赶紧把钱打到我卡上。”“好啊。”
我轻描淡写的应了一声，立刻挂断电话，毫不犹豫地将他的号码拉黑，连同林婉和顾母的联系方式一起，彻底从我的生活中清除。随后，我立刻联系中介，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急售市区的婚房。这房子虽在顾明轩名下，但当初我也出了大半首付，过户需要我的签字，他想拦也拦不住。拿到200万房款后，我立刻将钱转入提前准备好的秘密账户，又匿名向银行和警方举报了顾明轩信用卡套现赌博的行为，给他找点麻烦，拖延他来找我的时间。做完这一切，我心中一块大石落了地，复仇的第一步就此开始。我抱着念念，牵着阿黄，拎着提前收拾好的行李，驱车直奔乡下爷爷留下的农家院。那座独栋的小院坐落在山脚下，远离市区，易守难攻，是末世里绝佳的避风港。院子里，太奶奶留下的那片奇异草药还长得郁郁葱葱，绿意盎然，透着淡淡的生机。爷爷、念念、阿黄，这一世我会在这里打造一座固若金汤的堡垒，护着你们，再也不让任何人伤害我们。这里将是我们末世里的家。抵达乡下农家院后，我先安顿好念念和阿黄，给他们找了舒适的房间，又仔细检查了院子的环境，确认安全后，立刻驱车前往市区最大的建材市场和农贸仓库。200万虽不算巨款，但在末世爆发前，足够囤积大量生存所需的物资，为我们的堡垒打下坚实的基础。我一次性订购了大量加厚钢板、钢筋水泥和防冻耐高温涂料，这些是加固围墙的核心材料，能抵御怪兽的撞击和极端气候的侵蚀。成吨的大米、面粉、冻肉、脱水蔬菜、罐头和饮用水被我分批运到农家院，堆满了临时搭建的仓库，还有大功率发电机，足够用几年的柴油和汽油，以及常用药品、急救用品、保暖衣物和防身武器，凡是能想到的生存物资，我都尽可能多地囤积。看着堆积如山的物资，我心里渐渐踏实下来，那种前世的无助与恐慌终于消散了些许。回到农家院后，我第一时间按照系统提示，将豌豆射手种子种在围墙内侧，又把强化型狗尾草种子种在院子角落。系统提示，狗尾草成熟需要3天，期间需每日浇灌特殊营养液，而营养液可由系统初始积分兑换。我毫不犹豫地用积分兑换了营养液，小心翼翼地浇灌在狗尾草幼苗上，眼神里满是期待。这是我们守护家园的第一道力量。就在我指挥工人卸载物资、规划围墙搭建方案时，几个流里流气的混混围了上来，眼神不怀好意地打量着我和院子里的物资。为首的黄毛吹着口哨，语气轻佻：“美女，买这么多东西，缺男人搬吗？跟我们哥几个混，没人敢欺负你。”我立刻将念念护在身后，眼神冰冷地盯着他们，语气警告：“滚远点，不然我报警了。”阿黄也察觉到了危险，呲着牙对着混混低吼，毛发竖起，摆出防御的姿态，死死护在我和念念身前。报警！黄毛嗤笑一声，一步步逼近，脸上满是猥琐的笑容。这里荒郊野外的，警察来也晚了。说着，他就伸手想要摸我的脸。就在黄毛的手快要碰到我的瞬间，一道黑影闪过，一只黑色战术靴猛地踹在他肚子上，黄毛惨叫一声，像破麻袋一样爆飞出去，重重摔在地上，疼得蜷缩起来。我抬头望去，一个穿着黑色工字背心的男人站在那里，肌肉线条流畅而饱满，古铜色的皮肤泛着健康的光泽，眼神锐利如狼，仅一个站姿就散发着强大的压迫感，让剩下的几个混混瞬间不敢上前，眼神里满是畏惧。是谢林，前世末世里大名鼎鼎的雷霆狮王，觉醒了强大的雷电异能，为人正直，却在掩护队友撤退时力竭而亡，死后不幸尸变，成了人人畏惧的狮王。没想到这一世，我竟在末世前遇到了他，而且他还活着，还救了我和念念。谢岭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眼神亮了一下，显然也认出了我。可当他看到我身边的念念和阿黄后，眼神又黯淡一瞬，没有多说一句话，转身就要走。等等，我下意识地拉住他的衣角，心跳莫名加速，语气急切却坚定：“谢谢你救了我们。我这里缺一个保安，月薪10万，管吃管住，你来吗？”我清楚他的实力，若能让他留下，我和念念、阿黄的安全便多了一层保障。而且我也不想看到他前世的悲惨结局，这是我能为他做的，也是为我们的堡垒添一份最强的战力。谢岭停下脚步，转头疑惑地看着我，眉头微蹙，似乎没明白我的意思。保安？对。我重重点头，眼神坚定地看着他，应对即将到来的灾难，末世很快就要来了。我这里有充足的物资，能保证你衣食无忧，只要你帮我守护这个院子，守护我的家人。他沉默了片刻，深邃的眼眸里闪过一丝思索，随后低沉的声音响起，带着不容置疑的认真：“好。”简单一个字，就让我心中的石头彻底落了地。有谢岭在，我更有信心面对即将到来的末世了。有了谢岭的帮忙，农家院的改造进度飞快。他包揽了所有重活，搭建钢板围墙，安装高压电，布置发电机，做得又快又好。我们拆除了原本的砖墙，换上加厚钢板，外墙涂抹防冻耐高温涂料，围墙顶部安装高压电网，还在围墙外挖了3米深的壕沟，灌满柴油，一旦有怪兽靠近即可点燃。院子里，向日葵发电站已悄然成熟，外表和普通向日葵一模一样，金黄的花盘朝着太阳，完美伪装。角落的强化型狗尾草也长势喜人，叶片翠绿，散发着淡淡的微光。我摘下一片叶子喂给阿黄，他吃完后眼睛亮了不少，体型似乎也壮实了一圈，奔跑速度明显加快。我还搭建了保温储物间，将物资分门别类存放，安装温控设备，防止变质。这座固若金汤的堡垒让我充满安全感。可没过多久，顾明轩和林婉就带着顾母杀了过来。他们发现婚房被卖，钱也不见了，还被银行催收和警方询问，焦头烂额。江之，你这个贱人，给我出来！顾
顾母在院门外撒泼打滚，拍着钢板门板大喊：“你偷偷卖婚房卷钱，想害死我们啊！赶紧开门交出钱，否则我对你不客气！”顾明轩气急败坏地吼道。林婉假惺惺地劝道：“芝芝，有话好好说，明轩妈妈还等着钱还赌债呢。”我站在2楼露台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们，嘴角勾起嘲讽。那房我也出了钱，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，这钱是我应得的，凭什么给你们这些吸血鬼？贱人！顾母气得脸色铁青，猛地撞向院门。我早有准备，立刻开启初级绝对防御杖。他一头撞在无形屏障上，咚的一声闷响，惨叫着后退，鼻血瞬间染红衣襟，鼻梁骨明显塌陷。妈！顾明轩连忙扶住他，又惊又怒。我掏出100硬币撒下去，硬币落地发出清脆声响，赏你的医药费，滚！周围村民围过来看热闹，纷纷议论顾家过分。顾明轩和林婉被指指点点，面红耳赤，只能带着顾母狼狈离去。看着他们的背影，我心中畅快，这只是开始，前世的债我会加倍讨回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末世的脚步越来越近，天空云层增厚，空气沉闷，天边不时闪过诡异红光。我和谢林每天训练，他教我格斗技巧和躲避怪兽的方法，我兑换了短刀和弩箭。阿黄也在狗尾草的滋养下愈发强悍，能轻松扑倒成年狼犬，速度和力量都远超普通犬类。念念懂事的陪我们锻炼，从不哭闹。终于那一天来了，夜晚，天空变得阴沉，月亮渐渐变成诡异的猩红色，像巨大的血鱼挂在天际。倾盆大雨落下，带着刺鼻腥臭味，落在皮肤上刺痛难忍。这是含辐射的酸雨。末世来了！我看着窗外的血月和酸雨，眼神凝重。前世就是这场酸雨让无数人变异，催生了凶残的怪兽。系统提示音响起，检测到末世开启，解锁土豆地雷、坚果墙、太阳花能量站。太阳花可吸收月光与酸雨能量，为植物武器提供持续动力。我立刻兑换，将土豆地雷埋在院子周围，坚果墙布置在大门内侧，太阳花种在豌豆射手旁。谢林握紧唐刀，警惕地盯着外面。阿黄趴在门口，耳朵竖起，时刻戒备。电视里播放着紧急新闻，主持人声音恐慌：全球出现血月和酸雨，部分人群接触雨水后变异，多地发生怪兽伤人事件，请市民切勿外出。信号突然中断，屏幕变成雪花。外面传来此起彼伏的尖叫、哀嚎和爆炸声，城市瞬间沦陷为人间炼狱。远处，几只巨大的异兽低空飞过，发出刺耳的嘶鸣，爪子抓毁了不少房屋。我让谢林打开监控，画面中顾家3口躲在漏雨的车里，父母淋到酸雨，已出现变异症状，眼神浑浊，磨牙抓疮，手指变得粗壮锋利。顾明轩吓得脸色惨白，毫不犹豫地将他踹下车。父母很快被几只小型变异兽包围，惨叫着没了动静。林婉紧紧抱住顾明轩，他猛踩油门，只顾逃命，却没注意身后跟着一只体型庞大的裂地兽。我关掉监控，转头看向院子，念念正看动画片，对外面的混乱一无所知。谢林打开暖气，屋内温暖舒适。我端出热气腾腾的红烧肉和白米饭，念念吃饭了。他拿起小勺子，一边吃一边说：“妈妈，外面的烟花好吵哦。”看着他天真的模样，我心酸不已，轻轻摸他的头，乖，睡一觉就不吵了。这一世，我必拼尽全力守护好这份温暖。末世爆发后的第一天，外面的惨叫、爆炸和怪兽嘶吼从未停歇。太阳花在谢月的照耀下，花瓣泛着淡淡的金光，为豌豆射手持续功能。我和谢岭轮流值班，阿黄也守在院子门口，鼻子不停嗅着，警惕着任何风吹草动，不敢松懈。念念好奇外面的声音，我只能骗他是打雷。中午，急促的脚步声和喊叫声传来，我透过瞭望口望去，顾明轩和林婉狼狈地跑来，衣服破烂，满身泥水血污，顾明轩的胳膊被抓伤，血流不止。他们身后跟着20多只利爪兽，还有3只裂地兽，正嘶吼着紧追不舍，地面被裂地兽的蹄子踩得坑坑洼洼。江之，快开门，你有义务救我们！顾明轩嘶哑地大喊：“我们是一家人，不能见死不救！芝芝，求求你，再不开门，我们就死定了！”林婉跟着哀求，眼神里满是恐惧。我冷笑，心中满是不屑：“你们也配？当初害死念念，抢走爷爷物资，把我推给怪兽时，怎么不说一家人？”顾明轩脸色一变，眼珠一转，故意大喊大叫，领着兽群冲向门家院：“你不开门，我们就一起死！怪兽会移平你的院子，准备战斗！”我对谢岭说道，同时给阿黄使了个眼色。兽群很快冲到院门外，裂地兽疯狂撞击钢板大门，门板剧烈震动，发出砰砰巨响。利爪兽则试图攀爬围墙，却被顶部的高压电击中，发出凄厉的惨叫，摔落在地。顾明轩和林婉躲在树后，想趁乱爬墙攻击。我冷冷下令。院子里的向日葵忽然张开大嘴，金黄花瓣变成深绿，花蕊弹出炮管般的结构，一颗颗坚硬的豌豆子弹如钢珠般射出，突突突地朝着兽群飞去。豌豆子弹威力极大，瞬间打爆好几只利爪兽的头颅，击中裂地兽的眼睛和关节处，让它们痛苦嘶吼。太阳花持续输送能量，豌豆射手的攻击毫无停顿。谢林手持唐刀，守在围墙缺口处，一刀劈断一只跃上墙的利爪兽的爪子。阿黄则如一道闪电般冲出预先留好的侧门，扑向一只落单的裂地兽，他的牙齿锋利如刀，竟咬穿了裂地兽的腿部皮肤，死死拖住他的后腿。裂地兽愤怒地甩动身体，却甩不掉阿黄，反而被豌豆子弹击中要害，轰然倒地。顾明轩看着这一幕，满脸震惊与贪婪。
他抓住围墙栏杆想爬进来，却被突然升起的坚果墙弹飞，重重摔在地上，正好落在几只侥幸存活的利爪兽旁边。一只利爪兽立刻扑上去，狠狠咬住他的小腿。顾明轩发出凄厉惨叫，林婉吓得魂飞魄散，转身就跑。我看着他在兽群中挣扎，心中毫无波澜。这是他应得的报应。第一波兽潮被消灭，院子周围一片狼藉，遍地都是怪兽的尸体和血迹。我让谢岭清理战场，加固防御，阿黄则摇着尾巴跑回来，嘴角还沾着兽血，眼神里满是兴奋。这一战不仅展现了系统植物的强大，也让我看到了阿黄的战力，更坚定了我复仇的决心。兽潮过后，院子暂时恢复平静。我和谢林检查防御设施，补充土豆地雷，给豌豆射手补充能量。太阳花依旧在默默吸收能量。阿黄趴在一旁休息，经过战斗和狗尾草的持续滋养，他的体型又壮实了不少，毛发也变得更加坚硬，像披了一层铠甲。念念在花房玩耍，愈发黏谢岭，一口一个谢岭叔叔的叫着。突然，一道黑影从围墙外跃入，速度快的留下残影，是变异速度型怪兽引爆。它体型纤细，动作敏捷，速度远超利爪兽，牙齿和爪子带毒，是末世初期的棘手角色。它避开了豌豆射手的攻击范围，落地后直奔花房里的念念。忧虑的眼睛满是嗜血欲望，嘴里发出低沉的嘶吼。念念，我吓得魂飞魄散，想冲过去却已来不及。阿黄立刻扑了上去，试图拦截引爆，却被引爆灵活的躲开，还被他的利爪划伤了后背，流出鲜血。千钧一发之际，谢岭动了，他的速度快得看不清，瞬间挡在念念面前，手中的唐刀突然缠绕起紫色雷电，滋滋作响，耀眼的雷光映照出他坚定的眼神，周围的空气都仿佛被雷电电离，带着刺鼻的臭氧味。他猛地挥刀，一道紫色雷电刀气呼啸而出，带着破空的锐响，正好劈中引爆。引爆连惨叫都没发出，就被雷电劈成焦炭，黑色的灰烬散落在地上，很快被风吹散，只留下一股焦糊味。周围的豌豆射手受到雷电能量的影响，攻击速度明显加快，射出的豌豆子弹也附带了微弱的电流。我和念念愣在原地，一时忘了反应。谢岭收刀，雷电散去，他转身看向惊魂未定的我，脸上第一次露出笑容，有些僵硬却温暖。老板，这算加班吗？阿黄跑到我身边，蹭了蹭我的手心，后背的伤口正在缓慢愈合，狗尾草的强化效果让他的自愈能力也得到了提升。看着这个强大又呆萌的男人，还有忠诚的阿黄，我的心跳突然加速，脸上发烫。前世只知他是敬畏的雷霆狮王，没想到他竟如此有趣。算，加班费翻倍，还加鸡腿。我定了定神，笑着说道。念念跑到谢岭身边，仰着小脸崇拜地说：谢岭叔叔，你好厉害，你是皮卡丘变的吗？谢岭的脸颊微微泛红，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后脑勺，不是。看着他们的互动，我忍不住笑了。这是有谢岭、阿黄和念念在，我不再孤身一人。我不仅要活下去，还要和他们一起站在末世的巅峰。自从谢岭救了念念，他就更黏他了。谢岭虽话少内敛，却总是耐心陪他玩耍，满足他的小要求。阿黄也和谢岭格外亲近，常常跟着他一起巡逻，一人一狗，成为院子里最坚实的防线。这天，念念的玩具车没电了，他拿着车跑到谢岭面前，软糯地说：谢岭叔叔，我的小车车不动了，你能帮我修修吗？谢岭接过玩具车，指尖冒出微弱的紫色雷电，小心翼翼地注入电池。很快，玩具车重新动了起来，在地上欢快地跑着。念念拍手叫好，追着车跑。谢岭叔叔好厉害，皮卡丘叔叔。谢岭脸颊泛红，求助地看向我。我强忍着笑意转过头，假装没看见。这个在怪兽面前毫不畏惧的硬汉，面对童言童语竟会害羞，实在可爱。院子里的气氛愈发融洽，像真正的一家三口。谢岭负责外围巡逻和警戒，每天检查防御设施，清理怪兽尸体。我管理物资，培育植物。太阳花已长出一片，为所有植物武器提供充足能量。我还兑换了食人花种子，种在壕沟旁，一旦有怪兽靠近，就会被它一口吞噬。阿黄则协助谢岭巡逻，他的嗅觉异常灵敏，能提前感知到几公里外的怪兽气息，多次预警，让我们避开了潜在危险。每晚我们一起吃饭，念念坐在中间，叽叽喳喳地说着趣事，给冰冷的末世添了不少温暖。谢岭虽话少，却总会默默把念念爱吃的菜夹到他碗里，在我忙碌时主动搭手。平静的日子并未持续太久。谢岭巡逻时发现顾明轩拖着受伤的腿，在远处山坡用望远镜偷窥我们的院子。他的腿上缠着厚绷带，脸色苍白，眼神满是嫉妒与怨恨。显然他看到我们其乐融融，又羡慕又痛恨，尤其是看到阿黄的强悍和院子里的防御设施，更是红了眼。没过多久，林婉出现在他身边，凑在他耳边说了些什么。顾明轩眼睛一亮，脸上露出恶毒的笑容。他们竟然联合了附近几个幸存者营地的人，想用人数优势攻破我的堡垒。第二天一早，院子外传来嘈杂人声。我走到瞭望口，只见数百名饥饿的幸存者举着横幅，浩浩荡荡地包围了农家院。横幅上写着：交出物资，平分粮食。人群中，顾明轩和林婉站在最前面，煽动着大家的情绪。更远处，几只体型庞大的铁甲兽被他们用肉引诱着，朝着院子逼近，显然是想让怪兽和幸存者一起进攻。姜之，你囤积这么多物资，就是草菅人命。大家都是幸存者，你有义务平分。顾明轩大喊：快开门，否则我们就放怪兽进来，大家同归于尽。这些幸存者被他们煽动，面带饥色，眼神贪婪地盯着院子。在这弱肉强食的末世，生存只能靠自己。
我凭本事囤积的物资打造的堡垒，凭什么分给这些不劳而获的人？我缓缓举起手，架起刚兑换的玉米加农炮，身后的豌豆射手、食人花都做好了战斗准备。太阳花金光闪烁，能量充足。谢岭握紧唐刀，雷电再次缠绕刀身。阿黄趴在我脚边，呲着牙，发出低沉的嘶吼，眼神凶狠地盯着外面的人群和怪兽。我眼神冰冷地扫过人群，声音清晰而坚定：想要物资，那就用命来换。玉米加农炮的炮口对准了最前面的铁甲兽，一场大战一触即发。雪月过后的第3天，晨雾还未散去，院门外传来虚弱的呼救声。我趴在瞭望口望去，一老一少两个身影蜷缩在围墙下，白发苍苍的老婆婆拄着拐杖，身边搀扶着一个面色苍白的年轻女人，两人衣服破烂，沾满泥污，女人的胳膊上还缠着渗血的绷带。姑娘，求求你开门吧！老婆婆声音颤抖，我们母女俩逃了3天，女儿被怪兽抓伤，快撑不住了。年轻女人也跟着咳嗽起来，眼神怯生生的，满是哀求。念念趴在我身边，拉了拉我的衣角，妈妈，他们好可怜，我们帮帮他们吧。谢岭站在一旁，眉头微蹙，眼神警惕地打量着两人。末世里无故送上门的弱者未必简单，我何尝不知道其中风险，但看着女人胳膊上的伤口，虽看着像怪兽抓伤，却没有明显的病毒感染红肿，又想起前世自己孤立无援的模样，最终还是动了恻隐之心，开启防御罩侧门，只让他们进来。阿黄盯着两人进屋后，老婆婆立刻扑通跪下，不停磕头，多谢姑娘救命之恩。我们叫张婆和林晓，以后愿为你做牛做马。林晓则怯生生地站在一旁，眼神却悄悄扫过屋内的物资和墙角的植物武器。我不动声色地观察着他们，让谢岭用医疗芦荟为林晓处理伤口。张婆趁机套话：姑娘，你这院子也太坚固了，还有这些花花草草，看着真特别，是用来装饰的吗？我淡淡回应：末世里能活下来的东西都不只是装饰。张婆和林晓表现得格外乖巧，张婆主动包揽了做饭打扫的活，手脚麻利，还总说些贴心话讨好念念。林晓则装作体弱，却总趁我们不注意偷偷溜到种植区张望，甚至试图触摸豌豆射手的花盘。这天我故意当着他们的面让谢岭去库房搬运物资，却悄悄在库房门口安装了微型监控。果然深夜时分，监控画面里出现了林晓的身影，他避开巡逻的谢岭，用一根细铁丝试图撬开库房门锁。张婆则在门口望风，眼神锐利，哪里还有白天的苍老孱弱。更让我警惕的是，林晓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巧的信号器，按下了开关。我心中一沉，他们果然是内奸，目标是库房的物资和院子的防御机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假装毫不知情，让张婆去院子角落采摘蔬菜。路过强化型狗尾草时，阿黄突然对着张婆狂吠，毛发竖起，露出锋利的牙齿。张婆吓得脸色发白，下意识的后退，慌乱中掉落了藏在拐杖里的匕首。这拐杖挺别致，还带暗器。我抱着胳膊站在一旁，语气冰冷。张婆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林晓也紧张地攥紧了拳头，两人的伪装彻底破裂。既然被你发现了，也没必要装了。张婆扔掉拐杖，挺直了腰板，眼神阴鸷，哪里还有半分苍老模样？你这院子风水宝地，物资充足，防御坚固，就该属于更有能力的人。林晓也撕下柔弱的面具，冷笑一声：我们是赤仙盟的人，盟主早就盯上你这神农院了。本来想里应外合，打开大门让盟主立誓进来，没想到你这么警惕。我恍然大悟，赤仙盟是末世后崛起的恶势力，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。之前就听说他们一直在扩张地盘，没想到竟然盯上了我。你们以为凭你们2个就能拿下这里？张婆从怀里掏出一个特制的烟雾弹，当然不止我们。信号已经发出去了，盟主带着怪兽和主力马上就到。这烟雾弹能让你的植物武器暂时失效，到时候你们都得死。话音刚落，张婆就拔掉烟雾弹的引线，朝着种植区扔去。谢林眼疾手快，一道雷电劈出，将烟雾弹在空中引爆，紫色的雷电瞬间驱散了烟雾，植物武器毫发无损。看来你们的计划要落空了。谢林握紧唐刀，雷电缠绕刀身，眼神冰冷。阿黄也龇着牙，朝着两人猛扑过去。张婆和林晓见计划败露，立刻掏出武器反击。张婆身手矫健，匕首挥舞得又快又狠，林晓则从腰间摸出一把短弩，对准了念念所在的方向。敢动我女儿，找死！我眼神一厉，立刻下令豌豆射手攻击林晓。食人花缠住张婆，院墙内的豌豆射手瞬间开火，钢珠般的子弹精准射向林晓的手腕，打得他短弩脱手。林晓惨叫一声，想要逃跑，却被突然从地下钻出的食人花藤蔓缠住了脚踝，越缠越紧，疼得他连连哀嚎。张婆见状，想要冲过去救林晓，却被谢岭拦住。雷电刀劈出，刀气纵横，张婆节节败退，身上很快被雷电灼伤，冒出黑烟。他不甘心的嘶吼：赤仙盟不会放过你们的，盟主会为我们报仇，那就让他来试试。我冷漠回应，操控置换蘑菇释放孢子。张婆吸入孢子后，眼神变得涣散，开始对着空气乱砍，最终被谢岭一刀劈中肩膀，跪倒在地。就在这时，院门外传来震天的嘶吼声，赤仙盟果然带着怪兽来了。我早有准备，让谢岭将张婆和林晓拖到瞭望口，对着外面大喊：你们的内奸已经被我抓住了，想要攻进来，先问问我的植物武器答应不答应。外面的赤仙盟成员看到张婆和林晓被擒，犹豫不前。我趁机启动雷霆仙人掌，释放高压雷电网，瞬间击落了几只冲在前面的异兽。赤仙盟盟主见状，气急败坏，却又无可奈何，只能带着人悻悻离去。赤仙盟撤退后，张婆和林晓彻底没了指望。
张婆还想负隅顽抗，被阿黄一口咬住手腕，离手落地。林晓则吓得浑身发抖，不停求饶：“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求你放了我。”末世里，背叛和算计都要付出代价。我看着他们，眼神没有丝毫怜悯。前世的遭遇让我明白，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。我没有立刻杀了他们，而是将他们绑在院子外围的木桩上。这里是之前顾明轩想用来引怪兽的地方，如今正好用来回敬他们。我解锁了几颗土豆地雷，埋在他们周围，对着远处的怪兽群吹响了特制的引兽哨。很快，几只饥饿的利爪兽被吸引过来，朝着木桩狂奔。张婆和林晓吓得魂飞魄散，疯狂挣扎，却被绳子牢牢捆住。他们的惨叫声和怪兽的嘶吼声交织在一起，最终被利爪兽吞噬殆尽。清理完内间，我让谢岭加固了院子的防御，更换了所有门锁，还在种植区和库房周围增设了更多监控。经此一事，我更加坚定了不圣母、不手软的原则，末世生存，唯有心狠，才能护得身边人周全。而远处的山坡上，顾明轩用望远镜目睹了这一切，吓得浑身发抖，再也不敢轻易打神农院的主意。他不知道的是，这只是我清理障碍的开始，接下来轮到吃些猛虎汤了。平静的日子只持续了2天，我在院子里检查植物武器的时候，突然发现了异常。原本生机勃勃的豌豆射手，竟然开始慢慢枯萎，翠绿的叶片变得发黄卷曲，原本饱满的花盘也耷拉着，太阳花能量站的光芒也变得暗淡了许多，原本耀眼的金光，此刻只剩下微弱的光晕。医疗芦荟的叶片也失去了往日的翠绿，分泌出的汁液也变得粘稠不堪，失去了原本的治愈功效。我伸手轻轻触碰了一下豌豆射手的叶片，叶片一触即落，只剩下光秃秃的花茎，显得格外凄凉。就在这时，系统冰冷的警报声突然在我的脑海中响起，检测到强效植物毒素，植物武器活性持续下降，预计24小时后，所有植物武器将彻底失效，请宿主尽快采取措施。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这些植物是我们守护家园的重要力量，一旦它们彻底失效，再来怪兽或者像顾明轩那样的人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强压下心中的慌乱，立刻拿起工具，小心翼翼地挖掘种植区的土壤，想要找到毒素的来源。挖了没多久，我的工具突然碰到了一个坚硬的东西，很快，几包密封的黑色毒囊出现在了我的眼前。毒囊已经有了破损，黑色的毒素顺着破损处慢慢渗透进土壤里，与植物的根系缠绕在一起，难怪植物会快速枯萎。谢岭听到动静也走了过来，他蹲下身，仔细查看了一下毒囊，又闻了闻土壤的味道，眼底瞬间闪过一丝冰冷的杀意，声音低沉而冰冷，是顾明轩和林婉干的。这种毒素专门针对变异植物，普通人根本得不到，应该是他们从某个废弃的实验室里抢来的。他们就是想毁掉我们的植物武器，然后趁机攻破我们的堡垒。就在这时，院子里突然传来阿黄疯狂的吠叫声，声音急促而凶狠，带着一丝警惕和不安。我们立刻转头朝着阿黄吠叫的方向望去，只见阿黄正朝着围墙的角落冲去，那里隐约藏着一个黑影，身形纤细，看起来像是一个女人。是林婉，我一眼就认出了那个黑影，心中瞬间燃起一股怒火。他竟然还敢来！我看着他的身影，只见他正拿着一个黑色的瓶子，偷偷地往我们的灌溉系统里倒着什么。抓住他！谢岭低喝一声，立刻朝着林婉冲了过去。林婉见状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他没想到自己会被发现，慌乱之下，立刻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烟雾弹，猛地扔在地上。砰的一声，烟雾弹瞬间炸开，白色的烟雾弥漫开来，很快就笼罩了围墙角落，挡住了我们的视线。林婉趁着烟雾的掩护，转身就往围墙上爬，动作慌乱而急促。可阿黄却丝毫没有犹豫，毫不犹豫地冲进了烟雾里，凭借着敏锐的嗅觉，很快就追上了林婉，一口咬住了她的衣角。林婉被阿黄咬住，无法逃跑。她回头看着追来的我们，眼底闪过一丝极致的狠厉。她猛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短刀，她毫不犹豫地举起短刀，狠狠刺向阿黄的后腿，动作狠辣，没有丝毫留情。阿黄！我大喊一声，我疯了一样冲过去，一把抱住倒在地上的阿黄。他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，身体不停地抽搐着，后腿的伤口迅速发黑肿胀，黑色的毒素顺着伤口快速蔓延到全身，他的眼神也渐渐变得涣散。阿黄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我没有保护好你，你一直陪着我，守护着我们的家，从来没有退缩过，可现在却因为我被林婉这个恶毒的女人伤成这样，我不会放过她，绝对不会。系统的提示音再次响起，宿主阿黄中了神经性毒素，毒性剧烈，医疗芦荟无法解毒，需用净化之花的花瓣研磨成汁，涂抹伤口，方可彻底解毒。但目前净化之花尚未解锁，需收集3颗高阶怪兽核心，方可兑换解锁。谢林走到我身边，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眼神里满是心疼，却依旧保持着冷静。他握紧了手中的唐刀，声音冰冷而坚定：我去猎捕高阶怪兽，收集核心，你守好院子，不要轻易开门，无论外面发生什么事，都等我回来。我看着他坚定的眼神，用力点了点头，泪水再次滑落。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我都会守好我们的家，等你带着高阶怪兽核心回来，解锁净化之花，救阿黄一命。谢林离开后，我把阿黄抱进屋里，放在柔软的毯子上，用干净的布小心翼翼地擦拭着他后腿的伤口，尽量减轻他的痛苦。我又拿出仅剩的还有一丝治愈功效的医疗芦荟，小心翼翼地涂抹在他的伤口上。虽然知道这只能暂时压制毒素，无法彻底解毒，可我还是抱着一丝希望，希望能多延缓一点时间，等谢林回来。念念坐在一旁，小手轻轻抚摸着阿黄的脑袋，眼泪不停地掉下来，小声地呢喃着：阿黄，你要快点好起来，我还想和你一起玩耍，一起守护我们的家。看着念念伤心的样子，再看看阿黄痛苦抽搐的模样，
我的心像是被刀割一样疼。谢林，你一定要快点回来，阿黄快要撑不住了，我也快要撑不住了。我害怕自己守不住这个家，害怕自己保护不好念念和阿黄。我强压下心中的恐惧和不安，一边照顾着阿黄和念念，一边抓紧时间加固防御。我把剩下的土豆地雷全部埋在院子周围，又检查了一遍高压电网和绝对防御罩，确保没有任何漏洞。我知道顾明轩和林婉不会善罢甘休，他们肯定会趁谢岭不在再次来犯，我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。可我没想到他们来得这么快。就在谢岭离开后的几个小时，院子外突然传来了嘈杂的人声，还有顾明轩嚣张的嘶吼声，打破了院子里的宁静。我立刻把念念和阿黄安置在屋里，锁好房门，然后快步登上墙头，朝着院门外望去。只见顾明轩带了一群亡命之徒，大约有20-30人，他们手里都拿着武器。更让我心惊的是，他们竟然挟持了几个无辜的流民。这些流民被他们用刀架着脖子，眼神里满是恐惧，浑身不停地发抖。顾明轩站在人群中间，脸上带着嚣张而恶毒的笑容，他仰着头，朝着墙头的我嘶吼着：江之，快开门，把解毒剂交出来，再把院子里的物资分我们一半，否则我就杀了这些人，然后放怪兽进来，把你们所有人都撕成碎片。我站在墙头，看着那些流民惊恐的眼神，看着那个被刀架着脖子吓得大哭的小女孩，我的心被揪紧了。顾明轩，你这个畜生，竟然用无辜的流民当做要挟我的筹码，你就没有一点良知吗？可我不能开门，一旦开门，我们所有人都会死，都不会有好下场。可如果我不开门，这些无辜的人就会因为我而死。我陷入了两难的境地，手心全是冷汗，脑海里一片混乱。顾明轩似乎看出了我的犹豫，他眼底闪过一丝得意，他猛地伸手抓住那个吓得大哭的小女孩，一把将她推向围墙，嘶吼着：江之，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你不开门，我就把她扔下去喂怪兽。小女孩吓得哭得更厉害了，小手不停地挥舞着，嘴里喊着妈妈。我看着她，心脏像是被紧紧攥住，我下意识地伸出手想要抓住她。就在我犹豫不决想要妥协的时候，顾明轩突然低喝一声：动手！那些亡命之徒立刻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炸药，砰的一声巨响，炸药炸开，围墙的一角被炸开了一个大洞。几只被他们用肉引诱来的铁甲兽闻到了血腥味，立刻朝着院子里冲了进来，眼神里满是嗜血的欲望。不好！我心中一惊，立刻转身启动了院子里剩余还能运作的雷霆仙人掌。可因为毒素的影响，原本耀眼的雷电此刻只剩下微弱的电火花，根本无法对铁甲兽造成实质性的伤害，只能暂时阻挡他们前进的脚步。混乱中，一只铁甲兽冲破了雷霆仙人掌的阻拦，张开血盆大口，朝着我和刚从屋里跑出来的念念扑了过来。我没有丝毫犹豫，立刻将念念护在身后，拿起身边的短刀，眼神坚定，就算是死，我也要守护好念念。念念，对不起，妈妈可能不能再保护你了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一道耀眼的紫色雷电突然划破天际，瞬间劈中了那只铁甲兽的头颅。砰的一声巨响，铁甲兽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，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地，黑色的血液顺着伤口流淌出来，散发着刺鼻的腥味。我猛地抬头，朝着天空望去，只见谢岭骑着一只巨大的异兽缓缓降落下来，他的身上满是伤痕，脸上也沾着灰尘和血迹，显然经历了一场恶战。他翻身落地，快步走到我身边，从口袋里掏出3颗散发着淡淡光晕的高阶怪兽核心，声音急促而沙哑：快解锁进化之花，救阿黄！看着他满身的伤痕，看着他疲惫却坚定的眼神，我再也忍不住，泪水瞬间滑落。谢谢你带回了高阶怪兽核心，谢谢你一直守护着我们。谢岭没有再多说什么，他转身握紧手中的唐刀，紫色的雷电再次缠绕全身，形成一道耀眼的雷光防护网，将那些亡命之徒和铁甲兽牢牢困住。他独自一人站在战场中央，明明满身疲惫，却依旧像一座不可逾越的大山，守护着我，守护着我们的家。我紧紧攥着手中的3颗高阶怪兽核心，感受着他们身上散发的微弱光晕，心中充满了希望。我没有丝毫犹豫，立刻在脑海中对系统下达指令：兑换进化之花种子。兑换成功，进化之花种子已发放，宿主可立即种植。系统冰冷的提示音响起，一颗洁白的种子瞬间出现在我的手心。种子很小，却散发着淡淡的清香。我快步跑到种植区的中心，小心翼翼地挖了一个坑，将进化之花的种子放进去，轻轻覆盖上土壤，又浇上适量的水。几乎是在种子种下的瞬间，它就开始快速发芽生长，白色的嫩芽破土而出，顺着土壤快速蔓延，很快就长出了一片片洁白的花瓣。进化之花绽放的那一刻，洁白的花瓣散发着柔和而温暖的光芒，那些渗透在土壤里的强效植物毒素，在光芒的照射下，化作一缕缕黑色的烟雾，慢慢消散在空气中。豌豆射手重新长出了翠绿的叶片，花盘也变得饱满起来。太阳花能量站的光芒也再次变得耀眼，源源不断地为植物武器提供着能量。雷霆仙人掌、食人花也都渐渐恢复了活力，重新变得强悍起来。灌溉系统里的毒素也被进化之花的光芒彻底清除，变得清澈见底。看着这一幕，我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了一半，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太好了，进化之花真的有用。顾明轩、林婉，这一次我不会再放过你们，你们欠我的，欠阿黄的，欠这些植物的，我都会一一讨回来。我站起身，眼神变得冰冷而坚定，对着院子里所有的植物武器大声下令：豌豆射手全力攻击，食人花立刻出击，缠住他们，不要给他们任何逃跑的机会。雷霆仙人掌释放连锁闪电，彻底击溃他们的防线。话音刚落，
恢复活力的豌豆射手快速抬起花盘，一颗颗坚硬的豌豆子弹如雨点般射出。亡命之徒们被击中后，发出凄厉的惨叫，纷纷倒地。食人花从地下钻出，快速缠绕住那些铁甲兽和亡命之徒，将他们狠狠拖入土壤深处，只留下一阵阵绝望的惨叫。雷霆仙人掌也释放出耀眼的连锁闪电，击中了一个又一个目标，将他们电得浑身抽搐，失去了反抗能力。战场上，谢里依旧在浴血奋战，他手中的唐刀每一次挥舞都能带走一条生命。紫色的雷电照亮了他挺拔的身影，也照亮了他眼底的杀意。可他毕竟经历了一场恶战，身上满是伤痕，体力也在渐渐不支。顾明轩躲在人群后面，看着自己带来的亡命之徒一个个被消灭，看着那些铁甲兽也被植物武器制服，眼底闪过一丝恐惧，可很快就被贪婪和阴狠取代。他悄悄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匕首，趁着混乱绕到谢岭的身后，眼神里满是狠厉，毫不犹豫地举起匕首，朝着谢岭的后背狠狠刺了过去。小心！我大喊一声，我来不及多想，立刻操控身边的玉米加农炮，炮口对准顾明轩，狠狠按下了发射按钮。砰的一声巨响，一颗巨大的炮弹带着破空的锐响，速度快的让他来不及反应。顾明轩只觉得一股巨大的力量袭来，他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，身体被炮弹轰飞出去，重重的摔在地上，一口鲜血从嘴里喷涌而出。他挣扎着想要爬起来，就在这时，屋里传来一阵轻微的动静。我转头望去，只见阿黄一瘸一拐地从屋里走了出来。在净化之花的光芒滋养下，他后腿的伤口已经快速愈合，黑色的毒素也被彻底清除。他看着躺在地上的顾明轩，眼底闪过一丝凶狠，猛地冲了过去，一口咬住了顾明轩的胳膊，死死不肯松开，像是在发泄着自己心中的愤怒。林婉躲在一旁，看着顾明轩被打倒，看着阿黄凶狠的样子，吓得浑身发抖。他想要趁机逃跑，可刚转身就被雷霆仙人掌释放的雷电网击中，他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，浑身抽搐着倒地，再也没有了反抗能力。这场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夜，院子外一片狼藉，尸体堆积在围墙外，散发着刺鼻的血腥味。顾明轩和林婉被我们活捉，双手反绑在院子中央的木桩上，浑身是伤，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嚣张气焰。我走到种植区，看着那些生机勃勃的植物，看着痊愈的阿黄，看着浑身是伤却依旧挺拔的谢里，终于松了一口气，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结束了，一切都结束了。我们赢了，我们守住了我们的家，守住了我们身边的人。谢谢你，谢里，谢谢你一直陪着我，谢谢你为我拼尽全力，谢谢你，阿黄，谢谢你一直守护着我们，谢谢你，我的植物伙伴们，是你们和我们一起并肩作战，度过了这场绝境。黎明的阳光温柔地洒在院子里，被绑在木桩上的顾明轩和林婉，他们浑身是伤，衣衫褴褛，眼神里满是绝望，却依旧不肯低头。我走到他们面前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们，眼神冰冷。顾明轩抬起头，恶狠狠地盯着我，声音沙哑，却依旧嚣张。江之，你别得意，末世里谁都活不长，你就算现在赢了我们，以后也一定会死在怪兽的手里。林婉也跟着附和，没错，你别得意，我们就算死也不会放过你的。我冷笑一声，眼底闪过一丝嘲讽。报应，在这末世里最该遭到报应的就是你们。你们害死念念，抢走爷爷的东西，把我推给怪兽，又多次来骚扰我们，伤害我们身边的人，你们所做的一切都不配得到原谅，直接杀了你们，太便宜你们了。我要让你们体验一下我前世遭受的所有痛苦。我没有再多说什么，转身对着院子角落的炫彩蘑菇轻声下令，释放强效幻觉孢子。炫彩蘑菇瞬间绽放，淡紫色的强效幻觉孢子顺着风飘到了顾明轩和林婉的身边。他们吸入孢子后，很快就陷入了幻觉，眼神变得涣散，嘴里发出凄厉的惨叫，像是看到了无数只怪兽正朝着他们扑来，想要将他们撕碎，脸上满是恐惧和绝望，嘴里不停地喊着不要救命，那副狼狈不堪的样子让人看了只觉得解气。我站在一旁冷冷地看着他们，直到他们被幻觉折磨得奄奄一息，我才让人解开他们身上的绳子，拖着他们扔出了院子。我没有立刻杀了他们，让他们在末世中自生自灭。就在顾明轩和林婉被扔出院子的那一刻，系统的提示音突然在我的脑海中响起，带着一丝喜悦。恭喜宿主成功清算旧院，击退敌人，守护家园，完成隐藏任务，解锁新功能，植物基因优化。所有植物武器将自动进化，获得更强大的能力。庭院将自动扩张、加固，升级为真正的神农基地。话音刚落，院子里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庭院的面积瞬间扩大了好几倍，钢板围墙变得更加厚重坚固，顶部的高压电网也变得更加密集，围墙外的壕沟也变得更深更宽，形成了一道更加强大的防御防线。那些植物武器也在瞬间完成了进化。豌豆射手的叶片变得更加翠绿坚硬，射出的豌豆子弹拥有了穿透伤害，能够轻松穿透怪兽的外壳。雷霆仙人掌不仅能释放普通雷电，还能释放连锁闪电，威力大幅提升。净化之花也进化出了新的能力，能够释放持续的防毒护盾，将整个院子笼罩在其中，再也不用担心被植物毒素侵袭。食人花的藤蔓变得更加粗壮坚韧，还能分泌出剧毒。我看着院子里的变化，看着进化后变得更加强大的植物武器，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从今以后，我们再也不用害怕那些怪兽和心怀不轨的人。谢岭靠在门框上，身上的伤口已经被医疗芦荟治愈的差不多了。他看着我，脸上露出了一抹温柔的笑容。他缓缓走到我身边，轻轻握住我的手，声音温柔而坚定：以后我会一直陪着你，再也不会让你们受到任何伤害。我抬头撞进他温柔的眼眸里，心中一片柔软。我用力点了点头，紧紧回握住他的手，声音哽咽：好。
阳光洒在我们身上，温暖而安心。院子里传来念念欢快的笑声，还有阿黄清脆的吠叫声，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好，那么宁静。可我知道，这份宁静只是暂时的，末世的危险还远远没有结束。我抬头望向远处的天际，只见原本晴朗的天空再次聚集起了厚厚的乌云。末世再残酷，危险再多，我也不会害怕。因为我知道谢岭会一直陪着我，阿黄会一直守护着我，我的植物伙伴们会一直和我并肩作战。这一世我不会再退缩，不会再懦弱，我会拼尽全力和他们一起守护好我们所珍视的一切，勇敢地面对所有的挑战，站在末世的巅峰，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。通讯器被我紧紧攥在手心，机身还残留着微弱的余温，里面反复循环着爷爷最后的求救信号，滋滋的杂音刺耳又揪心。黑风谷易受控制，几个破碎的字眼像锋利的钢针，一下下扎进我的心脏。我知道爷爷一定处在极度危险的境地，每多耽误一秒，他就多一分危险。谢岭的动作很快，正弯腰快速整理着出行装备，雷电唐刀被他稳稳别在腰间，刀身泛着淡淡的紫光，驱散了周遭的阴冷。他又从物资箱里拿出一件防刺背心，转身递到我面前，指尖的脖茧轻轻蹭过我的掌心，带着熟悉的暖意，语气是不容置疑的沉稳。黑风谷地势复杂，高阶异兽聚集，我去救人，你守着念念和基地，这里更需要你。我下意识地按住他的手，掌心向出的瞬间，前世内幕刻骨铭心的惨剧毫无预兆地冲破记忆的闸门。阴暗潮湿的地窖里，爷爷为了护住我，硬生生用身体挡住了猎地兽的利爪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爷爷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，是前世拼尽全力护我周全的人。上一世我无能为力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惨死在我面前。这一世我有了系统，有了强大的植物武器，有了固若金汤的堡垒，还有谢林。我终于有了保护别人的力量，我必须去救爷爷，哪怕前方是刀山火海，哪怕要面对无数高阶异兽，哪怕要付出一切代价，我也绝不会退缩。谢林看着我，眼底闪过一丝心疼和了然，他没有再劝阻，他知道爷爷在我心中的分量。这时小小的身影轻轻拉了拉我的裤腿，我低头撞进念念满是担忧的大眼睛里，他的小手紧紧攥着我的裤脚，声音软糯却带着倔强，妈妈，我想和你一起去救爷爷。看着他稚嫩的小脸，看着他眼底的坚定，我心头一软，蹲下身轻轻抱住他柔软的小身子，鼻尖蹭了蹭他蓬松的头发，感受着他身上淡淡的奶香，语气温柔却带着不容置喙的坚定。念念乖，和阿黄一起守家，妈妈一定会把爷爷平平安安地带回来，好不好？念念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，伸出小手紧紧抱住我的脖子，在我的脸颊上亲了一口，温热的触感落在脸上，带着治愈的力量。妈妈加油，爷爷加油！谢岭看着我们母女相依的模样，最终缓缓点头，让阿黄留在基地。他的嗅觉敏锐，战力也足够强，能好好保护念念，守住我们的家。听到这句话，我心中的石头稍稍落地，有谢岭在身边，我似乎又多了几分底气。我知道，无论遇到什么危险，他都会站在我身边，护我周全。出发前，谢岭特意用他的雷电异能再次加固了基地的能量护盾，淡紫色的雷光笼罩着整个堡垒，将所有潜在的危险都隔绝在外，哪怕有高阶异兽来袭，也能抵挡一阵子。我走进物资间，给念念留下了足够的粮食、药品，还有一大把净化之花的花瓣，反复叮嘱他：念念，无论谁来敲门，都不能开门，哪怕是熟悉的人也不行，一定要等妈妈和谢岭叔叔回来，知道吗？念念用力点了点头，眼神坚定：妈妈，我会乖乖等你们回来，不让坏人进来。我又摸了摸他的头，才恋恋不舍地转身，跟着谢林走出基地，每一步都带着对念念的牵挂和对爷爷的期盼。我在心里默默祈祷，我们所有人都能平安回家。我们刚走出基地不远，谢林突然停下脚步，眼神瞬间变得警惕，周身的气息也冷了下来。他轻轻拉了拉我的衣袖，压低声音道：有人跟着我们。我心头一紧，下意识地回头，果然看到身后不远处跟着几道鬼鬼祟祟的黑影，身形熟悉又刺眼，是顾明轩和林婉，还有几个被他们煽动的亡命之徒。他们衣衫褴褛，眼神浑浊，脸上布满了贪婪和恶意。顾明轩一瘸一拐地走上前，他那条被利爪兽咬伤的腿显然还没完全痊愈，他死死盯着我们，语气谄媚又带着算计。将之，黑风谷有高阶异兽核心，那可是好东西，能兑换不少强大的植物武器，不如我们联手拿到核心评分，我还能帮你救你爷爷，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，何乐而不为？我冷笑一声，眼底闪过一丝毫不掩饰的嘲讽。联手？你们心里打的什么算盘？我比谁都清楚，你这种人只会拖后腿，背后捅刀子，根本不配和我们联手，更不配提爷爷的名字。我没有再多说一个字，没有再看他们一眼，只是紧紧拉着谢岭的手，加快了脚步。谢岭回头，眼神冰冷地扫了他们一眼，眼神里的杀意毫不掩饰。那些人见状不敢贸然上前，只能远远地跟在后面，像一群丧家之犬，狼狈又可笑。我知道他们不会轻易放弃，这场前往黑风谷的救援之路注定不会平静。前往黑风谷的路比我们预想的还要艰难凶险。正午的阳光炙烤着皲裂的大地，仿佛要将一切都吞噬，空气中干燥的尘土味和异兽腥臭味混合在一起，刺鼻又难闻，让人忍不住作呕。谢林始终走在我的外侧，将我护在相对安全的区域，他的眼神警惕地扫视着周围的一切，不放过任何一丝异常。阳光洒在他的身上，将他的身影拉得很长。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有他在身边，哪怕身处绝境，前路布满荆棘，我也不再害怕，不再孤单。我们路过一片废弃的工厂，工厂的墙壁早已斑驳不堪，布满裂痕，像是随时都会倒塌。风吹过杂草，发出沙沙的声响，像是有人在暗处窥探，让人毛骨悚然。
就在我们准备穿过工厂继续前行的时候，几道黑影突然从暗处窜了出来，只留下一道道残影，是几只毒刺兽。它们体型不大，浑身覆盖着黑色的鳞片，鳞片泛着冰冷的光泽，背上长满了尖锐的毒刺，毒刺泛着诡异的蓝光。它们张开血盆大口，露出锋利的獠牙，发出尖锐的嘶鸣，直奔我们而来。小心！谢凛低喝一声，一把将我狠狠推开。我踉跄着后退了几步，心脏狂跳不止。而他自己却直面那些穷凶极恶的毒刺兽。只见他腰间的雷电唐刀瞬间出鞘，紫色的雷电缠绕在刀身上，滋滋作响。他猛地挥刀，一道耀眼的紫色刀气呼啸而出，瞬间斩断了2只毒刺兽的尖刺。毒刺兽发出凄厉的惨叫。我没有丝毫犹豫，立刻从口袋里掏出豌豆射手种子，快速蹲下身，将种子埋进土壤里。指尖注入一丝能量，那是太阳花储存的能量。几乎是瞬间，豌豆射手就破土而出，快速成熟。金黄的花盘转向毒刺兽，一颗颗坚硬的豌豆子弹如钢珠般射出，精准无误地击中毒刺兽的眼睛。那些毒刺兽痛苦地嘶吼着，疯狂地挣扎起来，胡乱地挥舞着爪子，想要攻击我们。激战中，我们都专注于眼前的敌人，拼尽全力抵挡着毒刺兽的攻击，却没注意到一只漏网的毒刺兽悄悄绕到了我的身后，缓缓靠近我，尖刺即将刺中我的后背，想要转身躲避，却已经来不及了。千钧一发之际，谢林猛地转身，他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身体挡在了我的面前，毒刺深深扎进了他的肩膀，黑色的毒素瞬间顺着伤口蔓延开来，染红了他的衣衫。谢林，一股撕心裂肺的疼痛瞬间席卷了我的全身，我疯了一样冲过去，扶住他摇摇欲坠的身体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几乎要掉下来。我立刻掏出随身携带的净化之花花瓣，小心翼翼地敷在他的伤口上，不敢有丝毫大意。花瓣接触到伤口的瞬间，立刻散发着柔和的白光，白光笼罩着他的伤口，那些黑色的毒素渐渐被驱散。谢林闷哼一声，额头渗出细密的冷汗，脸色苍白如纸，显然承受着巨大的痛苦，却依旧反手握住雷电唐刀，狠狠挥出，一刀斩杀了那只偷袭我的毒刺兽。你怎么样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泪水终于忍不住滑落。谢林擦了擦嘴角的血迹，抬起手用指腹轻轻擦掉我脸上的灰尘和泪水，他的指尖温热，语气依旧温柔，带着一丝安抚。没事，小伤而已，不碍事，别担心。他顿了顿，眼神变得异常坚定，一字一句地说，以后别这么冲动，有我在，绝不会让你受到一丝伤害。那一刻，阳光透过工厂的破洞洒在他的身上，为他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晕。我的心跳莫名的加速，一股暖流从心底缓缓升起，驱散了所有的恐惧和不安。我们找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墙角休息，闭上眼睛，小时候的记忆毫无预兆地涌入脑海，眼泪不自觉地滑落，心中的思念和担忧越来越强烈。我真的很害怕，害怕再也见不到爷爷。一只温暖的手轻轻递来一瓶水，我抬头看到谢岭正温柔地看着我，他轻声道，别担心，爷爷一定会没事的，我们很快就能找到他，带他回家。我接过水，点了点头，将脸上的泪水擦干，心中暗暗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尽快救回爷爷，不能让谢里的付出白费，不能让自己的等待落空，不能让念念失望。而我们不知道的是，不远处的草丛里，顾明轩和林婉正躲在那里死死地盯着我们的互动，眼神里满是阴鸷和嫉妒。林婉凑到顾明轩耳边，语气里带着算计和恶毒，等他们找到那个老头，我们就坐收渔翁之利，就能趁机除掉江之和谢岭这个碍事的家伙，到时候这座神农基地还有所有的物资就都是我们的了，再也不用过这种颠沛流离的日子。顾明轩缓缓点头，脸上露出了恶毒的笑容，眼神里满是贪婪和算计。谷内雾气弥漫，像一层厚厚的纱笼罩着整个山谷，看不清前方的道路，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摔倒，坠入深渊。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腥臭味，混杂着异兽的排泄物和腐烂尸体的味道。远处的山洞里传来低沉而恐怖的嘶吼声，带着致命的压迫感。我紧紧握住谢岭的手，手心全是冷汗，心脏狂跳不止。我们小心翼翼地朝着山洞靠近，脚步放得极轻，尽量不发出一点声音，拨开浓厚的雾气。一道熟悉的身影渐渐出现在我们的视线里。那一刻，我的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，眼泪瞬间模糊了我的双眼。我想冲过去，却被谢岭一把拉住。他对着我摇了摇头，眼神警惕而凝重，示意我不要冲动，前方还有危险。爷爷被无数粗壮的黑色藤蔓紧紧缠绕着，那些藤蔓像是有生命一样，死死地勒住他的身体。他的眼睛变成了诡异的绿色，没有一丝往日的慈爱和温和，只剩下嗜血的欲望和兽性。我忍不住想要挣脱谢岭的手，想要冲过去解开缠绕在爷爷身上的藤蔓，想要唤醒他。爷爷听到我的声音，眼神里没有一丝波澜，他张开嘴，发出低沉而恐怖的嘶吼声，朝着我扑了过来。谢岭反应极快，一把将我拉到身后，同时拔出雷电唐刀。他猛地挥刀，一道耀眼的紫色刀气呼啸而出，瞬间斩断了几根朝着我们袭来的藤蔓。藤蔓被斩断后，流出黑色的汁液，散发着刺鼻的腥臭味。别冲动，他已经被异兽核心控制，现在的他只会攻击人，包括你。谢岭的声音沉稳而凝重，他紧紧护着我，眼神警惕地盯着爷爷，不敢有丝毫大意。只有取出核心，清除他体内的毒素，他才有可能恢复理智，才有可能变回原来的样子。我看着眼前这个陌生又熟悉的爷爷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不停滑落，心中的痛苦和绝望越来越强烈。我知道谢岭说的是对的，可我真的无法下手。可如果不这样做，爷爷就永远无法恢复理智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庞大的黑影缓缓从山洞深处走了出来，浑身覆盖着黑色的鳞片，鳞片泛着冰冷的光泽，头上长着一只巨大的独角，独角泛着诡异的蓝光，眼睛也是绿色的。那只高阶异兽是黑风谷的霸主黑灵兽，它的实力强悍，普通的攻击根本无法伤害到它。
黑灵兽走到爷爷身边，用脑袋轻轻蹭了蹭爷爷的身体，眼神里满是得意，仿佛在炫耀自己的战利品。他抬起头，死死地盯着我们，发出低沉而恐怖的嘶吼声，像是在警告我们，语气里满是不屑，仿佛我们在他眼里只是两只微不足道的蝼蚁，随手就能捏死。谢岭将我护得更紧了，他的眼神变得异常坚定，周身的雷电异能越来越强烈，紫色的雷光照亮了整个山洞。他紧紧握着雷电唐刀，语气冰冷而坚定：“你退后，待在安全的地方，这里交给我。”我看着他苍白却坚定的脸庞，看着他肩膀上还未完全愈合的伤口，心中满是心疼，却也知道这是目前最好的办法。我用力点了点头，擦干脸上的泪水，眼神也变得坚定起来。好，你小心，我会在这里用植物武器帮你，我们一起救爷爷。激战一触即发，黑灵兽率先发起攻击，它挥舞着粗壮的爪子，朝着谢岭扑了过来，同时无数粗壮的黑色藤蔓从地面钻出，朝着我们袭来，密密麻麻，让人无处可躲。谢岭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，挥舞着雷电唐刀与黑灵兽缠斗在一起，紫色的雷电与黑色的藤蔓碰撞在一起，发出滋滋的声响，火花四溅，整个山洞都在剧烈地摇晃着，仿佛要崩塌一般。我立刻掏出各种植物种子，快速种在地上，豌豆射手、雷霆仙人掌、食人花瞬间破土而出，快速成熟，朝着黑灵兽和藤蔓发起了攻击。豌豆子弹、紫色雷电、食人花的藤蔓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一道强大的攻击网，试图阻挡黑灵兽的攻击，为谢岭争取时间。谢岭与黑灵兽缠斗在一起，黑灵兽的实力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强悍，谢岭的雷电唐刀每一次砍在他的身上，都只能留下一道浅浅的伤口，根本无法造成实质性的伤害。而黑灵兽的攻击却异常凶猛，它挥舞着粗壮的爪子，仿佛要将谢岭撕碎。同时，它操控着无数黑色藤蔓，死死地缠绕着谢岭。谢岭的身上又添了好几道新的伤口，肩膀上的旧伤也因为剧烈的运动再次裂开，显然他已经渐渐体力不支。可他依旧在拼尽全力，挥舞着雷电唐刀与黑灵兽缠斗。我站在相对安全的地方，用尽全身力气，操控着身边的植物武器，不停地朝着黑灵兽和藤蔓发起攻击。豌豆射手的子弹密密麻麻，精准地击向黑灵兽的眼睛和伤口，试图激怒它，分散它的注意力。雷霆仙人掌释放出一道道紫色的连锁闪电，击向那些缠绕谢岭的藤蔓。食人花的粗壮藤蔓死死地缠绕着黑灵兽的四肢，试图限制它的行动，让它无法发起攻击。可黑灵兽的实力实在太强了，我们的攻击对他来说就像是挠痒痒一样，根本无法阻挡他的脚步。不行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我必须想办法，必须找到黑灵兽的弱点，不能再让他一个人孤军奋战了。我紧紧盯着黑灵兽的身体，突然我发现黑灵兽的胸口有一块鳞片，颜色和其他的鳞片不一样，泛着诡异的红光，而且那块鳞片比其他的鳞片更加薄弱。每当黑灵兽发起攻击，那块鳞片就会微微颤动，显然那就是它的核心所在，是它的弱点。谢林，它的核心在胸口，那块泛着红光的鳞片下面，那是它的弱点，攻击那里。我立刻朝着谢岭大喊，声音带着难以掩饰的激动和焦急。谢岭听到我的声音，眼神一亮，立刻调整战术。他用尽全身力气，挣脱了缠绕在身上的藤蔓，身形一闪，快速冲到黑灵兽的面前，手中的雷电唐刀凝聚起所有的雷电异能，朝着那块泛着红光的鳞片狠狠刺了下去。黑灵兽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，他试图躲闪，试图阻挡，可已经来不及了。雷电唐刀狠狠刺进了黑灵兽胸口的鳞片下面，他疯狂地挣扎起来，想要将谢林甩开，可谢林却死死地握着雷电唐刀，用尽全身力气，继续注入雷电异能，试图彻底摧毁他的核心。就在这时，被藤蔓缠绕的爷爷突然发出一阵痛苦的嘶吼声，他的身体不停地抽搐着。爷爷，你认出我了对不对？你再坚持一下，我们很快就能救你了，很快你就能恢复理智。我看着爷爷痛苦挣扎的模样，心中满是心疼。我立刻掏出净化之花的花瓣，将花瓣研磨成汁，然后操控着食人花的藤蔓，小心翼翼地将汁液送到爷爷的嘴边。净化之花的汁液进入爷爷体内后，立刻发挥了作用，他体内的毒素渐渐被驱散，脸上的青筋渐渐消退。黑灵兽胸口的核心被雷电彻底摧毁，红色的光芒渐渐消失，他的身体也开始慢慢枯萎，身上的鳞片一片片脱落。他发出最后一声凄厉的嘶吼声，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地，抽搐了几下就再也没有了动静。那些缠绕在他身上，还有爷爷身上的藤蔓，也瞬间枯萎腐烂，变成了一滩黑色的淤泥。谢林松开手中的雷电唐刀，踉跄着后退了几步，重重地靠在山洞的墙壁上。他的身上布满了伤口，鲜血染红了他的整个衣衫，脸色苍白如纸，呼吸微弱，眼神也变得有些涣散。谢林，我疯了一样冲过去，扶住他摇摇欲坠的身体，声音带着难以掩饰的焦急和颤抖，眼泪再次滑落。谢林缓缓睁开眼睛，看着我，嘴角露出一抹虚弱却温柔的笑容。别担心，我没事。说完，他的手就无力地垂了下去，陷入了昏迷。我紧紧抱着他，泪水不停地滑落，心中满是心疼和感激。吱吱，爷爷的声音有些沙哑，带着一丝颤抖。他走到我身边，轻轻抚摸着我的头，语气里满是愧疚。对不起，芝芝，让你担心了，都是爷爷不好，没有保护好你，还让你为了救我冒这么大的危险。听到爷爷熟悉的声音，感受到他温柔的抚摸，我再也忍不住，扑进他的怀里，放声大哭起来。爷爷，对不起，我没有早点来救你，让你受了这么多苦，变成了那个陌生的样子。爷爷，以后换我来保护你，我不会再让你陷入任何危险之中。爷爷紧紧抱着我，轻轻拍着我的后背，好孩子，不哭，爷爷没事了，以后爷爷再也不会离开你了。这场战斗我们赢了，我们打败黑灵兽，救回了爷爷，可我们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。谢岭身受重伤，昏迷不醒，我和爷爷也都受了伤，体力耗尽。
我们还不知道顾明轩和林婉还躲在不远处，觊觎着我们的一切。这场危机还没有彻底解除，我们必须尽快恢复体力，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，回到神农基地，回到念念的身边。我们在山洞里休息了整整一个下午，我和爷爷轮流守在谢岭的身边照顾着他。净化之花的花瓣被我们小心翼翼地保存着，用来给谢岭和爷爷继续疗伤，驱散体内的毒素。期间，我一直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环境。顾明轩、林婉，你们最好不要再来惹我，不要再觊觎我的东西，不要再算计我们。如果你们识相，就赶紧离开，不要再出现在我们面前，否则我绝不会手下留情，绝不会再让你们有机会伤害我身边的人，伤害我的家人。傍晚时分，谢岭终于缓缓睁开了眼睛，他的脸色依旧有些苍白，显然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。可他醒来后的第一句话不是关心自己的伤势，而是询问爷爷和我的情况，语气里满是担忧。看到他醒来，我和爷爷都露出了欣慰的笑容，眼泪再次忍不住滑落，那是喜悦的泪水。我们没事，我们都好好的。爷爷也点了点头，语气温柔。好孩子，辛苦你了，好好休息，有我们在，不会再有危险了。谢岭看着我们，嘴角露出一抹温柔的笑容，轻轻点了点头，再次闭上了眼睛，继续休息。等到夜幕降临，谢岭的体力恢复了一些，能够勉强站立，跟着我们慢慢行走。我们不敢再多耽误时间，收拾好装备，搀扶着谢岭，小心翼翼地离开了山洞，踏上了返回神农基地的归途。夜幕下的黑风谷更加阴森恐怖，到处都是异兽的嘶吼声，到处都是未知的危险。就在我们快要走出黑风谷的时候，几道黑影突然从暗处窜了出来，挡住了我们的去路。是顾明轩和林婉，他们脸上满是阴鸷和恶毒，眼神里满是贪婪和算计。顾明轩一瘸一拐地走上前，脸上露出了恶毒的笑容。没想到你们命这么大，竟然能打败黑灵兽。不过你们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？你们以为你们能活着离开黑风谷，回到你们的神农基地吗？太天真了。林婉也跟着开口，语气阴冷刺骨，带着一丝嘲讽。没错，你们现在体力耗尽，伤势未愈，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，今天就是你们的死期。果然，他们还是来了，还是没有放弃，想置我们于死地，想霸占我们的一切。顾明轩、林婉，你们真是冥顽不灵，你们以为我们就没有反抗的力量吗？我紧紧握住手中的植物种子，眼神变得异常坚定，周身的气息也冷了下来，语气冰冷而坚定。顾明轩、林婉，既然你们非要来找死，那我们就成全你们。今天，要么你们滚，要么我们同归于尽。爷爷也上前一步，挡在我和谢岭的身边。你们这些痴心妄想的东西，想要伤害我的孙女，先过我这一关。就算我拼了这条老命，也绝不会让你们得逞。谢岭也缓缓站直身体，他的眼神变得异常坚定，周身再次泛起淡淡的紫色雷光，语气虚弱却坚定。芝芝别怕，有我在，我们一起打败他们，一起回家。激战再次爆发，顾明轩和林婉带着那些亡命之徒率先发起攻击，眼神里满是嗜血欲望。我立刻掏出植物种子，快速种在地上。虽然我体力耗尽，能量不足，可我还是拼尽全力，操控着他们朝着顾明轩等人发起了攻击。谢林也拼尽全力，挥舞着雷电唐刀，与他们缠斗在一起。爷爷也捡起地上的一根木棍，朝着他们挥舞着。虽然他年纪大了，身体也虚弱，却依旧没有退缩。没过多久，他们就渐渐落入了下风，一个个被我们打败，倒在地上，失去了反抗能力。顾明轩和林婉见势不妙，转身想要逃跑。想跑晚了，我冷笑一声，立刻操控着食人花的藤蔓，快速缠绕住他们的腿，将他们死死地缠住。谢岭缓缓走到他们面前，眼神冰冷，语气里满是杀意。你们作恶多端，痴心妄想，多次想要伤害芝芝，伤害爷爷，今天就是你们付出应有的代价的时候。我看着他们恐惧的模样，眼底没有丝毫怜悯，只有冰冷的嘲讽和恨意。顾明轩、林婉，这都是你们自找的，是你们咎由自取，今天我就一次性跟你们算清楚。说完，我操控着雷霆仙人掌，释放出一道紫色的雷电，狠狠击向他们。他们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，身体抽搐着，瞬间失去了生命气息。解决掉顾明轩和林婉等人，我们都松了一口气，纷纷倒在地上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。夜色依旧深沉，黑风谷依旧阴森恐怖，可我们的心中却没有了丝毫的恐惧，只剩下轻松和喜悦。我们终于打败了敌人，终于能带着爷爷一起回到念念的身边，一起回到我们的神农基地团圆了。休息了一段时间，我们搀扶着彼此，继续踏上了返回神农基地的归途。天快亮的时候，我们终于看到了神农基地的身影，看到了基地门口那个小小的身影，是念念和阿黄。妈妈，爷爷，谢岭叔叔，他欢呼着朝着我们跑来，小小的身影在晨光中显得格外耀眼。阿黄也跟着跑了过来，摇着尾巴围着我们转来转去，嘴里发出欢快的吠叫声，显得格外兴奋。我看着念念欢快的模样，心中满是温暖和喜悦，所有的疲惫、痛苦、恐惧，在这一刻都彻底消散不见。我们快步走上前，我蹲下身，紧紧抱住扑过来的念念，在他的脸颊上亲了一口，语气温柔而激动。对不起，让你等久了，妈妈，我好想你，我好想爷爷，我好想谢岭叔叔，我还以为你们不回来了呢。爷爷也走了过来，轻轻抚摸着念念的头，脸上露出了温柔的笑容。乖念念，爷爷回来了，爷爷再也不会离开你了。谢岭也走到我们身边，看着念念，脸上露出了温柔的笑容。念念，叔叔回来了，以后叔叔还陪你玩，还帮你修玩具车。阿黄也凑了过来，用脑袋轻轻蹭了蹭我们的手心，显得格外亲昵。末世并未完全结束，但我们已经拥有了战胜一切的勇气和力量。只要家人在身边，只要心中有爱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都能披荆斩棘，迎来属于我们的美好未来。而这片由爱与守护打造的花海净土，将永远是我们最温暖的港湾。